好，赖清德现在快马加鞭啊，在搞他的那个什么团结国家10讲哦，我到现在讲了4讲，没有一讲讲完国家更团结的，就是更分裂、更对立啊。所以他是什么的名称啊？应该撕裂国家10讲，主要团结国家10讲。撕裂10讲，好吧。昨天呢讲这个国防。那我本来以为他会讲一些比较大的国防的原则、国防的政策、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防，没有，都在骂在野党，都是他们删我们的预算，哦，删这个删那个。所以呢，因为在野党删了国防预算，影响了国际视听，国际都认为说我们台湾不重视国防了，不重视了哈。说常讲，我说打的是国际是在野党，是你在国际乱宣传一通，你老是去跟美国国会议员讲说啊，在野党都删了预算了，等等等等。像我们做节目都会啊，你讲了一段话有前言后语，他给你删一段，然后把这一段拿去给美国国会议员看，所以你看看他们都是反对你们，他们美国人我说哪有这样讲呢？你前后都不看的，都不看的，但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反正这个影响国际视听，其实是民进党，尤其赖清德他们去搞了，跟国外讲说，再也都不在乎你的预算，删你的国防预算啊，没有这个支持国防的决心，都是我们民进党在支持国防。来，乔欣到底怎样？其实这个赖清德的这个目前讲到第4讲嘛，那还有6讲，平均每3天要1讲哦。今天谁敢阻止他继续讲就是跟我过不去一定10讲要讲好讲满哦。因为从第1讲开始到第4讲，你很难想象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国家的元首、3军统帅可以每一讲都有错误，而且都在造谣。我们就讲第1讲的史观好了，它的重点被摆在这个长毛象啊，然后金丝猴啊、早版犀牛，而且他讲到1911年之后就不见了，平行时空哈，然后这个宇宙中华民国消失到李登辉出现之后，那中间包含1949年、1945年我们在干什么？不知道，不敢讲就直接跳过去，这个就是连哄带骗嘛。那第2讲的时候呢，他又开始说呢，要打掉杂质，跟他意见不一样的就是要打掉杂质，不对啊，你第2讲重点不是在团结吗？你团结大家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纯化，好像跟我一起的就是纯净的，跟我意见不同的就用罢免把它当成杂质全部打掉，这个是在分裂，是在分化，怎么会是团结呢？第3场更妙了，他直接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呢，这个不是表决多就算赢哦，不是哦，大家记得吗？我刚刚是模仿他，大家记得吗？以前韩国瑜院长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选举的秘密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那时候还一大堆人笑他，你看现在是不是该还给他一个公道？有些人，例如赖清德，真的不是这样想。他说，民主是表决多数赢就是赢吗？不是哦，不是这样哦，他是这样讲的。所以第3讲也一样嘛，反映出他内心的威权的精神，而且他还胡乱的说马前总统呢自称区长。这完全是造谣，哪有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会自称区长？所以怎么会不断的造谣呢？第4讲讲国防一样，至少有5点都在造谣。我们其实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讲很多，我直接讲最大的预算删除者就是民进党的召委王定宇。为什么呢？他删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猎销专案，我们当时买了一批无人机，我们要的数量呢，原本是说50亿到60亿，所以我们就编了相关的预算。结果美国呢发价书回来说不行哦，大概要115亿左右。我们呢为了要买无人机，也从善如流，就增加了这个预算。结果呢，在雷神事件之后，又突然得到美方的回复说没有啦，其实就是大概55到60亿左右。那我们要买一样的数量，是他们报错价。那现在是不是多余的钱的部分就要先把它删除掉？如果还要再买的话，那你再重新建案，我们也一定会支持。但否则的话，那以后每一个预算呢都编很多，编一大堆，然后没用到就说我要继续拿去买，这不符合我们在审查预算的财政纪律跟精神。所以，身为召委王定宇就说要删除，一次删除多少？45.7亿。那我们在委员会删除多少？48亿左右。所以呢，97%，最后关键那一票是王定宇举手的。那赖清德会不知道这件事吗？柯建铭都知道了，把他骂到臭头，赖清德会不知道这件事吗？那为什么还要把所谓的删除国防预算丢到国民党在野党的头上呢？这次赖清德他是史上编列最高的国防预算，但是删除比率最少，所以你要说在野党不支持国防预算，这是完全相悖的。而且呢，我们还要讲，他到现在还在讲什么无人机园区在野党在挡，没有。
过去所冻结的，包含是900亿的关于国防的冻结，已经在6月25号全数解冻。那你要想哦，这个总统怎么会这个样子？如果你在6月25号之前讲，我觉得说得过去，因为他还没有解冻嘛。但你7月1号的演讲，6月25号已经全部解冻，你到现在还在讲，那是不是在造谣？稿子早就写好了，对吧？那是还是说之前就写了？那你也要改一下啊，否则的话大家就觉得你在造谣嘛。无人机园区的50%已经解冻了，这些都已经解冻了，所以呢，已经解冻的东西你还继续讲。那最后我要讲哦，其实昨天的爆点大家不在国防这一块，因为国防它相对比较专业，可能很多人听不懂。但是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叫做什么？去买菜。他就突然开始讲到台电有关的事，他就问大家：请问你们呢，想要普发现金1万块钱，还是想要拨补台电1000亿？好，那这个时候台下是鸦雀无声的。他又问了第2次跟第3次，然后呢，他就说呢，1万块，你看以你们来说，一下就多久就花完了。然后底下人就突然有人哈，当然狮子会的可能比较有钱，他就说呢，我买菜就花完了。好，然后呢，那个赖总统还接他的话说，对嘛，对啊，贵妇买菜，贵妇买菜，到底要买什么菜可以买到1万块可以买完？这个跟一般人是完完全全的生活的例子相悖。所以说真的，大家很想要领普发现金1万块。我再讲一下，因为普发现金1万块哈，那你如果一家4口好了，你算依照4月份涨的电价，你这个普发现金1万块补贴你的电费，可以补好多年呐。所以你用数学去算，一定是普发现金它比较有道理啊。最后我要讲一个，现在目前正在引爆中的，就是他昨天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突然宣布军人呢可以如果这个商务舱有位置，他就可以去搭。可是他没有做任何的沟通，交通部也都不知道。好，那我支持就是说军人优先登机，因为美国也都是这样的。可是你如果都没有跟航空公司沟通，那包含国际的航空公司沟通，你就直接讲说有商务舱，那就让军人去搭。那请问你要出钱吗？你要补贴吗？如果政府愿意补贴，我同意。但你不能空口无凭，就是说白话，然后乱开支票，最后搞到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有成，就变成是赖清德的第4讲，也是在嘴炮而已。立法院当时说要一个人发1万块，就要弥补电价了，就怕电价涨价让大家能够付电费。而且民进党现在骂这个1万块。他当时3倍券也他搞的3倍券、5倍券，一个人发6000块，也是他当时说这是德政啊，大家都因此好啊，可以消费啊，增加经济啊。现在就把这个1万块讲的这种罪大恶极实在是没什么道理。而且我讲实话，商务舱那么容易有空，现在哪有商务舱啊？国内就很少商务舱了国内就是前面1、2个位置说是，其实也不算商务舱。国际航线他们很多人有那个会员有没有？另外就是累积那个里程数有没有？我们常常累积累成了以后，买了经济舱，问了航空公司说，我能不能升等？哎呀，我们都满了。那个哪时候临时会给你一个商务舱？他现在都搞清楚搞不清楚所以我今天早上才讲，我说空军1号拿出来好了，空军1号拿出来啊，空军1号不是天天搭。对不对？空军上没有总统不搭的时候，就让那些军人呢需要搭的时候去搭，去花莲台东回来很麻烦特别是外岛的这个外岛让他空军上加入，让他们运送，这还比较实际嘛。来，将军，我认为一个总统讲话，他要有一些正确性，要非常的严谨，不能信口开河，毫无这个我们讲的没有这个准头。第二个，我认为总统讲话要有全面性，他要全班关照，因为他是全民的总统，他有时候只是照顾他那边，然后比其他的人不是他的人都排除异己，就是杂质，要打掉杂质，那怎么可以这个样？总统应该讲话的时候是要四平八稳、全面性。最后一个，我认为要有正确性，要有很严谨历史上的考证，或者这来龙去脉、宪法的来龙去脉都弄得很清楚。结果当个总统好像一知半解，然后断章取义。然后只截取其中一段话，比如说立法院冻结这个预算是冻结跟删除是完全不一样，冻结它可以解冻，像这个对这个嘉义的无人机园区，因为它用的是中国大陆的马达，还有一些零件也是中国大陆，Made in China， 结果就是说立法院说这个先冻结，你这个先管好，还有这营区的我们的那个智慧型的监视系统也是中国大陆的，你这个要管制，你这不管制了，我这个你只要管制好，我这个就可以解冻，因为这用的是。对面的是这样，这是按照这有规定，有法律的下法律规定，他这个就把它冻跟删用在一起，后来冻结那个冻结了，全部都解冻了嘛，那就是这删除不多吧，才45亿多，不到46亿，要这么来看。另外我们来看呢，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要
搭这个军人啊搭机啊商务舱。我认为商务舱大家出国很难得出国才有商务舱啊。一般国内的航线，你不管分金门、马祖、马公或者花莲、台东，都几乎是没有商务舱的。那出国跟家人出国嘛，那跟家人出国你把2个人分开。你把太太就丢在经济舱，自己跑到商务舱了，不可能。我一定会放入商务舱，陪太太一起坐经济舱吧，不可能这样子嘛。我认为比较实际的搭高铁啊，让军人升等到商务舱，那么高铁不天天跑，每天跑了几百，对不对？100多趟的这种高铁，是不是这样子会比较实际一点呢？比较用得到了哈。对，应该这样。国际根本不可能商务舱给你的，不要乱讲了。对，我几个月前都订满了啦。对，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另外一个，我认为要提升真正的军人地位哦，就是当初民进党说军人是米虫，我认为赖清德是民进党的党主席，我认为应该出来道歉。大家不要骂军人是米虫，要尊重军人。你总统带头出来，你是统帅啊，是啊，你应该出来讲啊。加薪的时候，民进党是全数投下反对票哦。对，不能这样，应该这样子给军人，毕竟辛苦。我们知道新加坡是在任何国家对军人的待遇是比较公教同等级的公正人是高一点，比如新加坡是高20%。那给军人待遇高一点，对他们不要吝啬，对军人吝啬是个很大的国安危机。大家都没有，现在那个整个的军队的边线比值，大概作战部队大概到70%，这最严重了，很严重，21万只有15万。对，你买那么多武器没有用，没有人啊，兵缺的好严重。我认为先不要去买这些装备，你先把人招募。那个赖清德总统去大学去高中，赶快去招募，把人先兵强马壮嘛。你不能说有装备，结果没有人，应该是人先招齐等装备，是要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战力啊。所以我认为不仅是总统，那国防部长都应该去，把这个边界比提高。尤其士兵，我们缺了5万多个士兵，基层士兵已经军官都有，对军官都满了，上面越高阶的军官越忙。那当然军官去打仗了，那就变成颠倒了。对，那有的军官在这方面他有的军官是负责指挥、负责计划、负责这个参谋调度的。那真正打仗的是士兵，那士兵在第一线嘛。结果士兵现在缺5万多，变成了有官没兵，这个是一个很畸形的建军的现象。我认为士兵知道他要第一线，所以他不去干嘛，他不要去干嘛干士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招生的这个标准都降到这个楼地板了，他还招不到。男人身高降到152公分，女生的身高降到150公分，这是全世界最低的标准。赤龙、赤虎啦，那刺青的女生还好，男生150稍微低了一点。对，那这个也是战力啊，不然定那么身高，不然140也130也可以进来了吧？是不是？我现在降到152，全世界最低的标准还招不到。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还有个最重要，我要补充，就是要有新房。我们现在没有新房，讲国防都是骗人的。你看我们现在谁有新房？我感觉到这个全世界都很紧张。我们台湾好像没这个事，没有任何新房。没有新房就那个国防做那些国防都是事倍功半，都是玩假的。现在你看看老百姓有没有那些这个我们讲到了整戈待旦，这个随时备战没有啦。那中国大陆的战机军舰那么多，我们的新房是没有，是溃散。我认为总统应该出来，这提振新房，还有他的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些权贵绿色权贵在这个他的子女在国外，在美国是把他们招回来是不是要身先士卒？要 follow me 跟着他们走才对结果他们都跑到国外去了，让这些招也招不。大家一看，你这个子女都往国外送，你现在叫我们保卫台湾，结果你们的子女根本不在台湾，都在美国，那对在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要以身作则，才会达到宣传的效果？对，我早上记者会有讲赖清德、曹新成，还有这些黑熊们，还有这个部会首长子女，通通回台湾来。跟台湾这个共存亡，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你们在外面，然后这些人在台湾喊打喊杀，那谁去上战场谁去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赖清德还说：“哎呦，这个我们的孩子要支持他们，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上战场是谁是谁的孩子让他们上战场，到时候死的是谁，伤的是谁？”休息再回来。好，那么现在呢？赖清德说，军人不只是优先登机，优先算什么呢？优先可以了。有空位商务舱的话呢，自动升等，都给他们坐商务舱。看一下，
爱给大家回息列者哦。你们可能买头等舱哦哈。你们可能是买商务舱，但是拍谁？是什么事让总统团结第4奖跟底下观众道歉？交通部部长再去接洽。登机之后，如果发现商务舱有空位，应该要自动升等。替军人优先登机，总统在喊话要帮军人自动升等的这番话，是否没事先跟交通部讨论过？绿营立委的反应耐人寻味。他真的有这样讲？我想总统释出这个善意，我相信所有的国军官兵听到一定都非常开心。那我认为这件事情绝对是利益良善哦。但我想相关的政策配套还需要交通部民航局跟所有的航空公司讨论。我相当认同施行的细节。后续交由交通部与航空公司沟通。以华航、长荣商务舱跟经济舱票价来看，目前票价都差价2到3倍。对此，交通部强调将会着手办理。不过，面对总统第4奖批评蓝白大砍国防预算，国民党团秀出提案证据，痛批又在造谣。没有冻结，只有一个主决议，而且这个主决议呢，只是说，既然你已经编列了，那在海上测试的时候就可以动之。海鲲号我们1毛也不动。1毛也不删，冻结海鲲号预算，这是妥妥的假消息。请问一下，国防预算1毛钱都没有删，赖总统，你讲的是删哪一笔？总统10奖来到第4奖，但每一奖都引爆在野激烈战火。这个太离谱。好吧，这个子宇来，哲宇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元首他有一些发表正式谈话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民都是已经在观看这个演讲的内容有什么笑话的时候，那我觉得他真的是应该要非常的汗颜，而且去思考要不要继续讲下去了。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个所谓的团结10奖的内容，不过就是为了大罢免整体去操纵那种抗中保台，然后鼓噪反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让大罢免大成功。所以大家如果去细细的爬书，他从团结第1奖到团结第10奖，公告出来的主题是不包含任何的民生议题，不包含任何的经济议题的。那在昨天，我讲真的，你不断的讲这些内容，你的目的就是要让在野党疲于奔命，来去帮你澄清你在每一场言论里面所造的谣言。各位观众朋友，在法定的国防预算内，今年的法定预算是4675亿，是历年的新高。请问一下，如果今天在野党在国会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监督，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煽动与否，大家知道吗？冻结的这些案子除了海鲲号，大家都知道海测没有通过，所以到现在还被冻，其余全数解冻。我请问，这个不是在野政党的这些立法委员在行监督之责所应该要做的事情吗？那另外来看，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军人优先登机，还可以军人升等商务舱这件事情，我觉得赖总统不管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的幕僚，都搞错方向了。你们一直以为现在感觉好像增加很多的福利去吹捧军人，就可以展现你们对于国军有多重视。可是我请问一下，先喊出国军是米虫的是谁？不支持军人加薪的又是谁？不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以为可以来收买我们的国军。你们要去思考了一下，为什么现在的社会氛围对于军人的一个形象来讲，不像早期觉得那么尊重军人？那这点如果你们没有去思考，只不过是片面的，不管是你是抄美国的优先登机也好，还是自己突发奇想的想要增加升等商务舱也好，这完全没有办法真正收买到军人的心。而且另外一个重点，如果今天台海的情势真的这么严峻，除了军人之外，警消重不重要？医护重不重要？它全部都是战略准备的一环。你今天只 focus 在军人，请问一下，警消的福利在哪里？今天在立法院通过警消修法的，也不是你民进党那医护呢？医护的这些血汗工厂，你们在大选期间一直讲说你们要改进，一直要跟医护站在一起，但都已经上任1年多来了，你们对医护做了哪一些增强他们福利，让他们愿意牺牲奉献的一些相关修法，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赖政府不要再一直仅限于大罢免大成功的一个思考逻辑，在可以跟国民正式发表谈话的一个空间的时候，请你们真正的好好去理解一下民心，
还有民生，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没事。我想这个大概主任有点误解了哈，这个持续帮军公教不是只有军人，帮军公教4度加薪的就是民进党政府，这几年来加薪都是有照比例来加薪的哈。那刚才讲说，为什么会反对这个上个月在立法院提出的这个军人加薪案？我们不是反对为军人谋福利，而是反对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粗糙的修法，因为反对的是基于预算法，如果在年中要增加大幅度的税出预算，是要先跟行政院沟通的，所以我们反对的是你不先经沟通，没有照制度、没有照法律走的这件事情。好。那刚才大家有提到，就说赖总统讲话里面有提到像是台电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全民都要来思考啊，就说其实过去即便是在有核能的时候，马英九政府时代也多次电费也多次调涨。那我的意思说，即便今天不是民进党政府执政，有一天是国民党执政，也会遇到台电的问题。台电不管是亏损也好，或者是我们要相对于国际上面提供国人比较相对于低廉电费的时候，确实台电的问题是全民一起承担。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说反对普发现金？而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如果政府有盈余，首先第一个，我们希望优先拨补台电，或者是先去补我们之前的这个亏损，好以及债务。我自己在地方政府就有询问过，像新北市，我们3年来预算都有盈余，盈余都非常多。那我们自己地方政府的财政首长就反对普发现金，原因是什么？过去刚才提到有蔡英文政府有发3倍券、5倍券，我觉得今天不是说反对普发，而是为什么我们要发？是当时候是因为有疫情，要促进内需、促进经济消费。但如果今天普发现金，在这个时候变成是一个要买票的政策也好，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家来讲体制上面是不健康的。那个刚刚那个昨天赖总统他其实讲到这个电价问题，我实在是非常的不以为然。他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能够发给这个立法院能够通过给台电1000亿啊。然后特别是告诉大家是在 COVID-19 的时候才造成我们这个台电的亏损，这个很明显。我觉得赖总统他4讲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连个 Google 他的那个文档为什么连个 Google 都不会去查？各位，在我们 COVID 的时候呢？基本上面，我们的台电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油价根本是下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飞飞机，也没有人去开船，所以船只是停止的。所以整个在2020年的时候之前，整个油价是跌，而且跌到一个程度，这是国际新闻都看得到，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的时候才会造成。所以我必须要有个数据哦，2020年的时候台电是净赚239亿，2021年是净赚233亿。为什么会造成现在台电的亏损？来自于购电。各位，购电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台电就是因为能源政策的关系，我们需要跟外面去趸购的电价，我们都买的比别人贵，所以都是买比别人贵的3倍。所以但是因为要是不断的去购电，所以在我们2024年，对不起，台电就已经增加到3322亿耶。这才是一个最大问题，是对外购电，然后那个成本不符，对，然后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告诉我这样就没有办法去所涨电价吗？对不起，过去5年当中涨了4次的电价，而且它还违反，我们都告诉大家，如果说你要涨电价的话，你不能超过3%，这是经济部的规定。但是给一个数据，2024年的时候呢，4月的平均涨幅的是11%，10月产业再涨的是12.5%，它根本就不管经济部的意见，所以你告诉我。他给你的1000亿之后，你会不会涨价？还是会涨价，而且涨的你还不符合规定，可能连3%都没有。所以不要再给台电1000亿的，你给我1万块，我一定不止买菜，我还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我买那个菜，我还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吃，而且吃好几天，好不好？我也不晓得狮子会的贵妇到底为什么觉得一下都没钱啊，有1万块会当被做嘴菜，会当好规家会让吃个足久。就过去哈，其实已经立法院
补贴了台电3000亿，对啊，他还涨了4次电价，没错。所以没有。那今天立法委员有问他说，如果不给你1000亿，是不是就不涨？他不敢还是涨，因为你卖，他还是要涨啊，因为台电那个电很贵啊，台电的资本额都已经赔光了嘛，还没有把合适的3000亿放进去呢。如果你打消那个台电，根本资本额全赔光啊。那刚刚讲说为什么马英九石油涨，马英九石油涨，是因为陈水扁说一直动涨啊，陈水扁为了选举一直不涨，压，所以马英九傻的说动我现在涨，一涨就被民调就跌了，被人家骂个臭头哈。台电以前是赚钱的，并没有赔钱哦。其实赖清德是倒果为因的，台电之所以现在会赔，也不是天然气，也不是油，核电的问题嘛。你核电只要有15%到20%的发电，你就可以平衡一下嘛。我那个贵，我这个便宜嘛。台电那个核电一度1块1嘛，那他们现在买的电一度5块6块7块，那平均一下也可能可以到了一度4、5块。你现在不是啊，这边通通不要了，那边就贵，这是一个算术问题嘛。你都不懂，我认为说一般人听不懂算，赖清德你总懂吧？你也做过立法委员，你也做过台南市长，你也做过行政院长，你做过副总统，你真的不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太差了。就表示你都在尸位素餐。如果你知道，你还这样讲，你就太坏了。休息一下再回来。